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。今天分享的故事是，你知道吗？前妻跟我离婚后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我是戴了绿帽。我和前妻过夫妻生活时，她总像一个没有感觉的死猪一样，从来不迎合，不主动。没想到离婚半年就嫁人了，嫁的人还是我认识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早就戴绿帽了。总之，她在婚后就像复活了一样。我遇见前妻的时候，她有男朋友，所以我虽然喜欢她，却没有表白，只是默默地关注她。那时，每次见到前妻，我都非常兴奋。当时的她浑身散发着熟女感，皮肤较白，长发披肩略有一些波浪，1.65米左右，身材匀称，绝对属于丰满型。每次我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她的美脚丝袜高跟上。她喜欢穿裙装，穿肉色丝袜和黑色尖头高跟，特别的带感。而且她是把右腿叠在了左腿上，所以整个右脚丝袜高跟鞋被我看的是轻而又轻，楚而又楚。一直都没有这么近的看她的丝脚高跟，所以那一刻我简直激动的都不行了。我看着她肉色的丝袜里裹着的美脚，小腿没有一丝赘肉，我越看越喜欢，我的心当时都要跳出来了。当时真想扑通的跪在她的面前。后来她和男朋友分手，心情不好，我就天天陪她解闷，逗她开心。她慢慢从失恋的阴影里走出来，跟我在一起了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因为我真的喜欢他，想和他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。可是婚后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，不管在床上还是在床下，前妻从来都不主动，永远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他从来没有对我表现出那种热烈的情感，哪怕他说话的声音温柔，可那温柔里都带着一丝冷淡和疏离。他知道我喜欢他穿丝袜高跟鞋，但是从来没在我面前穿过，我们甚至没有争吵，我有什么提议，他都会淡淡的说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，他就是被动的接受一切，不反抗，可是也并不享受。我们的婚姻就好像我在唱独角戏，他只是观众，并没有参与进来演戏。我们有一个孩子，他对孩子也没有那种浓烈的母爱，有时孩子哭了，他也不去哄。有一次孩子跟他闹着玩，不小心挠了他一下，他居然条件反射的打了孩子一巴掌。他给孩子做饭都很敷衍，经常把几种菜扔到锅里煮熟就完事儿。孩子跟他并不亲热，他也不介意。他从来没有在我和孩子面前大笑，也没有特别生气的时候，他甚至都不主动跟我说话。我去出差，他不会叮嘱我注意身体，回来也不会问我在外面怎么样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也会回应，基本是我问什么他答什么，绝对不会多说一句。我想过他对我没有爱，只不过他失恋时，我趁虚而入，反正也要结婚，他就随便挑了我。但我心存幻想，总觉得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我是可以被他爱上的。不是有句话说日久生情吗？所以我努力讨好他，想要改变夫妻关系。他过生日，我把家里布置得很浪漫，买了精美的蛋糕，还用心给他准备了礼物。可是他一点都不激动，也不惊喜，他依然是一副平淡的表情。我让他吹蜡烛，他就吹蜡烛。我让他拆礼物，他就拆礼物。礼物是一条很好看的项链，但他只是看了一眼就收起来了，并没有戴上。春天来了，原本朋友约我去钓鱼，但我推掉了。我安排了一场全家出游，去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，可以野餐，还可以划船。孩子很高兴，在草地上跑来跑去，他只是坐着，不跟孩子玩，跟我也没有话说。我们旁边也是一家3口，人家欢声笑语。那个女的张罗着给孩子拍照，又提议要去买风筝来放。而我前妻无动于衷，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。过夫妻生活的时候，我很努力的让他快活，可他并没有什么反应。我问他感觉怎么样，他总是说还行。他的脸上从来没有那种迷醉的表情，嘴里也从来不曾发出什么诱人的声音。我提出换姿势，他也不会拒绝，却也不会主动迎合。慢慢的，我也绝望了。我感觉他的心就像一块石头，我怎么努力都捂不热。他在婚姻里就好像是行尸走肉，一点都不鲜活。真的，哪怕他骂我，跟我吵架，我也觉得比这样不死不活要好。同事聚会时，有人不喝酒，说老婆不让喝；有人中途就离开，说回去晚了老婆会不高兴。我都很羡慕，因为前妻从来不管我这些，也不在乎我几点回家。我有足够的自由，可是我却羡慕被束缚，因为那是对方在乎自己的表现。我一直认为前妻是不是觉得我的事业一直做不好，所以才这样对我，所以我到处找赚钱的门路。我的一个好朋友一直经营着几家快捷酒店，这些年生意还不错。他说这个快捷酒店是一个赚钱的门路，于是介绍了一个房地产老板打给我认识。我们谈好房地产老板建造一家大酒店，
我来装修经营。酒店建造好了后，为了筹集资金，他把自己家里的房子抵押给银行，又把家里的积蓄投了进去。没想到酒店装修到一半，资金还是跟不上，东凑西拼的勉强装修完，开张后生意却惨淡，每月要还的贷款、人工工资、水电费，还有装修欠款、借亲朋的钱，都让我焦虑的整夜无法入眠。最后，欠薪的员工打着横幅堵在我家门口，银行的工作人员3番5次上门拜访，发出最后通牒，甚至昔日的好友也翻了脸。前妻看到我这么惨，就找他家里做生意二叔借了钱帮我把债都还了，还劝我想开一点，重新开始。我以为前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都愿意帮我，那以后我们能做回正常的夫妻吧。但是没想到，他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后，还是回到以前的状态，平淡如水的。如果所有的付出都得不到回报，我相信没有人能一直坚持下去。我也一样。我不再奢望可以改变前妻，也不再期待婚姻可以变得活色生香，但就这样死气沉沉的过一辈子，我又不甘心。我没有离婚的打算，我好不容易才娶到前妻，而且我们有共同的孩子，于是我决定在维持婚姻的前提下，去婚外找点乐子。我出轨了，对方是我的同事，一个离异的女人，她前夫家暴，她费了9牛2虎之力才带着女儿解脱。离婚之后，她的状态明显好了，脸上每天都洋溢着笑容。她是个爱恨分明的人，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喜欢就欣然接受，讨厌就明确拒绝，和我前妻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和同事在一起的感觉很好，她的喜怒哀乐都那么鲜活，而我前妻却好像戴着面具。每次开房，同事也很主动，会积极回应我，会用让人掉魂的叫声肯定我，会让我快点再快点。最后同事不由自主嚎叫起来，我突然一阵颤抖，第3次了。随后我俩像烂泥一样瘫在床上，经常都是不知道我俩怎么出酒店的，只觉得两腿发飘，同事的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。不过他很满足，说没想到这事是这么的美妙，因为每次约会都是偷偷摸摸，同事会撒娇，会抱怨，会让我补偿他。我一点都不嫌烦，总是耐着性子哄他，然后一次又一次把他送上云端。同事知道我不想离婚，所以从来不逼我。他说他好不容易才离婚，他不会再进入围城，也不会拆散我的家庭。那段时间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吧。在家里，我有老婆孩子；在外面，我有称心如意的情人。我对前妻不再有怨言，正是因为他给了我足够的自由，我才能时常和情人约会。有时我会忍不住想，也许情人的出现是上天对我的补偿吧。我的婚姻太苍白太枯燥，需要情人来增添一些色彩。对前妻我没有太多的愧疚，是他的冷漠和疏离把我推到了情人身边。正当我沉浸在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的幸福中时，前妻发现了我出轨的事儿。他的脸上依然看不出表情，没有愤怒也没有痛苦，可我却说不出的心慌。他越是冷静，就说明他越是不在乎我。我有预感，我的婚姻保不住了。果然，前妻很平静地提了离婚。他说，除了他攒的一点私房钱和买的几件首饰，其他什么都不要，孩子也给我。他用轻飘飘的语气说出这些话，可一字一句都狠狠砸在我的心上。我觉得很挫败，他对我们的婚姻竟然没有丝毫留恋。也许他早就等着这么一天，可以理直气壮地提离婚。我想挽留他，想哀求他给我一次机会，想发誓以后绝不背叛他，想用尽一切办法保住我的婚姻。可是我最终放弃了，因为我看到了前妻眼里的决绝。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离婚的决心，所以我只能接受现实。前妻从家里离开的时候，孩子也在，他只拿了一个小包，难得温柔地摸了摸孩子的头，说妈妈走了，以后好好听爸爸的话。孩子还有些懵懂，大声哭着喊妈妈别走，可前妻却步伐坚定，连头都没有回。8年的婚姻就这么走到了尽头，而我得到过前妻的人却从来没得到过他的心，想想就悲哀。离婚后，我和女同事继续好了一段时间，我甚至动了娶她的念头，可她却拒绝了，说不想再婚。讽刺的是，她说完这话还不到半年，就遇到了一个男人，并且迅速爱上了对方。她和我分了手，正儿八经跟那男人谈起了恋爱，1年后就结婚了。我还跟着其他同事去参加了他的婚礼，整个过程我都迷迷糊糊，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。说回我前妻，跟我离婚不到半年，她就迅速嫁人了。搞笑的是，她现在的老公我也认识，每次遇到我都觉得很尴尬。如今他们已经结婚10年了，一直都是和谐幸福的样子。我们这个城市不大，有时去公园或者去超市都能偶遇，他们总是一起出现，看起来非常亲密。他的神色变得很生动很鲜活，不再像当初那样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他们生了一个孩子，但她时不时会来看我和她的孩子。每次她现在的老公都会陪她一起来，两个人有说有笑的。她对孩子还挺热情的，会给孩子买零食衣服，会询问孩子过得怎么样，会叮嘱孩子好好学习。也是神奇，我和他离婚了，他和孩子的关系反而更亲密了些。孩子有一次跟我说喜欢现在的妈妈，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这些年我一直单身，也不是不想结婚，就是没遇到合适的。我处过2个对象，可都没有修成正果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放下前妻。我搞不懂的是，当初我明明对他那么好，没有哪里让他受委屈，他为什么不能好好跟我过日子呢？换了个老公，他就跟换了个人一样，偏偏他换的老公还是我认识的，他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这些年，我始终意难平，想到前妻和我在一起的状态，对比他和现任老公的情况，我怀疑他们早就有奸情了，并且我是中了他的奸计了。朋友们，你说是不是呢？我要怎么才能彻底放下他呢？